在看我在哪里？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哎，这胡汉三是谁呀？为什么那么多人说胡汉三回来了？哦，胡汉三是地主恶霸。为什么那么多人说自己是胡汉三？那我可不是了。现在我已经回到新疆啦，接下来新疆要发生的大事可多了。首先，我们的姜超马上就要开始了。论足球，我们新疆的足球还是很值得看的。另外，我们新疆最甜的哈密瓜也要上市了。今年我们还给大家摘瓜，朋友们，你们期待吧。贺娇龙姐姐让全国的很多朋友知道了新疆有一个天马节，今年的天马节就要开始了。我们现在正在去往昭肃的路上，我们一起去探寻它曾经的足迹。新疆发生了6级地震，位于新疆的阿图什阿合齐县，网上流传了一些房屋倒塌的视频，是假的。这次地震截至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有些人好奇，6级地震到底属于什么程度？是严重还是不严重？正常来讲，6级地震属于中强地震，这不算小。可不是6级地震本身不危险，但地震的破坏程度要结合震源深度、震中位置和当地的建筑质量综合判断。新疆阿图什属于地震高发区，地处南天山地震带西端和帕米尔湖地震带，这里发生地震的概率高很多，所以当地的建筑都属于抗震房，要符合一定的抗震标准。同时，地震的预警及时，群众避险得当，所以没有人员伤亡。大家平时也要多学习一些防护措施，常备一些应急物资。新疆最近可又被老外盯上了。现在的新疆和以前可大不一样。随着新疆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新疆，看到了新疆的大美风光。可一群敏锐的人早就盯上了新疆，大量的国际资本早已经提前下注了。像希尔顿、万豪、洲际这些外资豪华酒店正在这里扎堆布局，而且实打实的真金白银，不会说谎。今年新疆计划实施的重点投资项目高达500个，总投资额来到了3.47万亿。3.47万亿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新疆全年 GDP 的1.5倍。这笔钱砸下去，这个地方的格局是不是要彻底改写了？再看一组数据，2024年新疆的人口净流入全国第3。今年上半年新疆的民间投资额同比增长 23.2%， 新疆的民用机场数量到达了28个，位居全国第1。说实话，这种发展速度能让我联想到的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了。新疆这片中国陆地面积最大、交接邻国最多、边界线最长的省份正在悄然崛起，重塑整个欧亚大陆的格局。如果说中国经济曾经的高度要看沿海，那么这未来的高度恐怕就要看新疆了。问题来了，全国有潜力的地区那么多，为什么这次偏偏跳出了新疆？新疆又是怎么从一个边陲之地变成了我们全力压住的战略纽带？今天咱们就来讲3点，一起看懂属于中国新疆的极限未来。第一，地理反杀，从边缘角落到欧亚十字路口。以前说起新疆总觉得太远了，海运时代它离东部沿海千里，基建薄弱，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但现在不一样了，马六甲海峡、霍尔木斯海峡天天出状况，海运成本涨，风险高，全世界都在找新的通道。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新疆居然在欧亚大陆正中心，从上海发往德国的中欧班列1万多公里路程，除了新疆就走了一半。以前的边陲现在成了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的黄金咽喉，谁先站住谁赢。第二，资源炸场，藏在西北的超级能源银行。新疆的资源说出来能吓一跳，太阳能可开发量占全国 26.9%， 全国第1；风能占 18%， 全国第2；地下石油占全国陆地 22%， 天然气占 28%， 煤炭更是占了40%。放在以前，这些宝贝运不出去，用不起来，但现在特高压电网能把新疆的风电光伏直接送到东部，油气管道通到全国，就连最费电的 AI 算力中心都想往新疆搬。这里电费低，能源足，工业成本直接降一大截。有了这张能源王牌，中国制造业的底气更足了。第三，战略开挂，一带一路的核心玩家。现在全球贸易不好做，西方动不动就加关税、搞制裁，世界急
允许新的玩法。而我们10年前就布局好了“一带一路”大棋，新疆就是最关键的落子点。全球197个国家，150个都加入了“一带一路”，和这些国家做生意得有一个中心口岸，新疆刚好合适。你看现在阿拉山口口岸开通115条班列到25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80条线路辐射18个国家，45个城市。中国西部和欧亚的贸易就靠新疆这扇门越开越大。这3.47万亿不是简单修桥铺路，而是中国打开欧亚市场的钥匙。新疆不再是偏远的风景，而是中国经济的新引擎。未来10年，它的发展只会更猛。你觉得新疆下一个爆发会是在哪个城市？评论区聊一聊。哇，这新疆姑娘怎么那么像？是，哎呀，是，哎呀，哇！这道菜是我们新疆的一道美食。对，这就是我。这次我带着新疆的海鲜飞越几千公里来到北京参加央视的节目，希望在新的一年也给大家带一点新鲜感。比如我们的大闸蟹，它吃的东西都是我们的羊肉串、红枣、玉米还有南瓜这些，所以养殖出来的不管是大闸蟹、三文鱼，品质都是非常的好，口感是偏甜的。没错，咱们新疆这些离海最远的海洋牧场，还在向全国人民供给多样的水产和海鲜。所以呢，咱们现在中国餐桌靠着我们先进的农业科技，已经可以让全球的优良物种来到我们的中国餐桌，来到我们的年夜饭上。中国人的餐桌已经链接起了更辽阔的山海，也孕育着更盛大的丰收。朋友们，新疆的海鲜是真不错，有机会来新疆尝尝吧。你敢相信眼前的画面吗？这里可是公认新疆最干旱、最缺水的荒漠戈壁。6月20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迎来了历史性破纪录的特大暴雨，短短一个下午降下的雨量，直接赶超当地一整年的平均降水量。城区马路洪水漫溢，戈壁滩黄沙水流狂奔，整片沙漠瞬间黄水滔天，场面格外震撼。视频刷屏全网后，所有人都在发问：常年滴水稀少的沙漠地区，为什么会降下这么猛烈的暴雨？这片干旱之地能变成绿洲吗？想要弄清这场反常的暴雨，先要明白和田干旱的原因。它身居亚欧大陆腹地，距离各大海洋几千公里，水汽本来就稀少。南部昆仑山、北部天山2座巨型山脉双向阻隔，彻底挡住外来的海洋水汽。再加上盆地常年高温干热，蒸发量足足是降雨量的几10倍，自古就是干旱少雨。而本次特大暴雨是多重天气叠加造就，两路水汽千里奔赴汇合，一路印度洋暖湿气流翻越高原灌入塔林木盆地，一路东部的东风气流携带水汽西经抵达和田，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加上昆仑山地形抬升助力降雨，再加上高山积雪融水汇入，最终形成破坏力极强的山洪大水。在这里给大家辟个谣，沙漠要想变成绿洲，可不是1次2次下雨1、2年就能改变的。这场暴雨只是几10年一遇的极端天气，并非气候改变。当地沙土疏松，保水性极差，加上超高蒸发量，积水几天就会蒸发下渗，戈壁很快就恢复原貌。而且荒漠植被稀少，短时间强降雨只会催生山洪、泥石流，灾害性极强，弊远大于利。近些年南疆暴雨频发，归根结底就是全球变暖催生的极端天气越来越多。最近大家对新疆的婚礼可能有一些误解，其实我们新疆的婚礼所有人都是非常的开心，并且载歌载舞，我也好久没跳舞了，给大家来一段。Gelinler dostlar oynaylik hiç kim çeften kalmasın. Gelinler dostlar oynaylik hiç kim çeften kalmasın. Kimli mayli kimde bulsa koyu birin oynasın. Kimli mayli kimde bulsa koyu birin oynasın. O yanıya taşrap oynasın, bu yanıya taşrap oynasın. 注意了，如果你来新疆，突然发现在路上有那种敞篷的小货车，上面拉着几个人，他们拿着棍子、敲着鼓、吹着唢呐，这可不是安排给大家表演节目的，他们的后面肯定有一个车队，这是新疆人的婚礼。他们不光会敲锣打鼓，遇到红灯，新郎团还有可能会下来跳舞呢。你可以开着车跟着他们吃席去。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新疆的喀什古城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用生土和木雕构建出了一个美丽的城市，它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今天我们逛喀什古城的时候，发现了几个古老的木制品，咱们一起看看，你知道它是干嘛用的吗？第一个最简单的，它们两个是一套，这个是不是很多人都玩过？在新疆，这可是纯木雕的，是不是很漂亮？第二个就上难度了，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它两头比较高，中间低，还雕刻了很多花纹，这也是纯木质的，它是啥呢？第三个，99%的人都没见过。它这边有一个大孔，这边是通过去的。旁边这个有点不同，但它们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它们是干嘛用的呢？第四个，除了新疆，其他地方也应该没有。它下面有很多的针，而且还有很多花纹，上面雕刻的也很漂亮。它是做什么的呢？这四个你能猜得出来几个？娘娘。走吧，肚子都饿了。菜齐了，今天我们吃顿精致大餐。大餐当然要配好酒，这是咱们新疆人的小香槟。新疆的乌苏小麦白没喝过吧？很多新疆的朋友喝过的都说好喝。这个小麦白用的是进口澳洲的大麦，还精选了新疆本地的优质白皮小麦酿造出来的。会喝的人能喝出好几种香气，你试试，你能喝出什么香气呢？麦香、果香、酒香，果然不同凡响。尤其是麦香特别浓郁，还有淡淡的回甘。今天的规格真的是拉满了，这么高档的新疆餐厅，再加上这么精致的啤酒，新疆人待客讲究的就是热情与仪式感。咱们一起干杯！大餐美酒都有了，我们的气氛也要再热起来。走，我们跳一段，让大家看看什么叫新疆的漂亮饭、漂亮酒、漂亮舞。今天我们来相聚，人群中我看到你，人群中我看到你，我把玫瑰摘一朵，该怎么去送给你？我把玫瑰摘一朵，该怎么去送给你？我们唱起来，我们跳起来，欢乐的迈山，一起跳起来。朋友们，我出息了！这次我上的是央视总台 CCTV1 和美乡村新春会，正月初一下午在央视1套播出。我将带着新疆的海鲜向全国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马到成功！给我点个赞吧！今天昭苏天马节的开幕仪式上，当一袭红装出现在舞台上，现场很多人都泪目了。他乘马而来，驾马而去，很多人还是放不下对他的思念。我身边的这匹马叫蛟龙驹，是姐姐曾经骑过的马，它的性格很温顺，被养在乌鲁木齐。当初相伴满心欢颜，定格在你转身那一天。有人说中国人不会吃西瓜，西瓜皮都丢掉，瓜皮我就扔了啊！还说瓜皮是腌制好料，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中国是唯一实现西瓜自由的国家。在日本，一个普通的西瓜要上百块，连西瓜皮都能上架卖。韩国也一样，中国能实现西瓜自由，全都要感谢这位吴明珠奶奶的付出。80年代前，西瓜皮厚瓤白，又苦又淡。为了能改良品种，25岁的她放弃了流经的机会，来到了当时环境特别恶劣的新疆，顶着40、50度的烈日，走遍了天间地头，用62年的时间培育出包括麒麟瓜、红心脆、香宜黄等30多个优质瓜种，还培育出了最甜的西瓜品种巴斯24西瓜。可以说，我们吃的80%的西瓜都出自吴奶奶之手，真正实现了西瓜自由。如今90多岁的她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忘了自己的名字，却还记得西瓜。他说：“我的人生就是想多结几个瓜，把甘甜献给人民。如果你也喜欢吃西瓜，请给西瓜之母留下一朵小花花。吃瓜不要忘种瓜人。”致敬吴明珠奶奶。我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斯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斯莫哈纳村中国西进市委侨人。
我现在在中国最西端的草原，你来新疆请记住这个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斯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乌勒克恰提乡玉吉塔什草原。十里桃花，待嫁的年华，凤冠的珍珠换尽头发。最近阿凡提彻底火爆，好多新疆朋友都在纳闷，心里都有同一个疑问：难道不是只有我们新疆人从小熟知阿凡提吗？难道全国的朋友都知道？朋友们，要是你看过阿凡提的故事，赶紧把你的省份打出来，让我们看看究竟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经典的角色。首先必须跟大家科普一下，阿凡提根本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它翻译过来就是智者、老师的意思，是大家对聪慧之人的尊称。而当年那一部陪伴几代人的经典木偶动画，拍摄过程真的太不容易了，这可是纯手工打造的定格木偶片，没有任何的高科技辅助，每一秒24帧的画面全靠工作人员逐个拍摄。剧组要提前准备几十个阿凡提木偶备用，因为拍摄时稍微磕碰就会损坏。工作人员每天蹲在场景里，一点点微调木偶的动作、表情，耗费一整天的时间，最多也只能拍出20秒的成片。为了还原最地道的新疆风情，主创团队专程远赴新疆喀什，耗时数月采风、搜集素材，从人物的服装、妆容到集市、建筑的场景大件，再到配乐里面融入萨塔尔、惹瓦普、手鼓等新疆传统乐器，每一个细节都打磨到极致，用尽心血还原西域风貌。这部耗时数年打磨的动画，最终也收获了傲人的成就。它斩获了文化部优秀美术片奖、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美术片奖，还拿下了美国芝加哥国际儿童电影节1等奖，甚至获得过奥斯卡电影节的荣誉证书，成为首个走向国际的中国木偶动画。它不只是一部动画片，更是刻在几代中国人童年里的经典，让新疆民间智慧传遍全国，成为跨越地域、跨越年龄的文化符号。这样用心打造的经典，难怪能火遍大江南北，永远被大家铭记。你相信爱情吗？刀郎老师有一首歌曲叫《艾利弗与塞乃姆》，我寻遍天山南北，我要找到你塞乃姆。不管是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这里寻遍天山南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是在地理空间、自然环境和人文交通3重维度上都充满了极限艰辛的真实跋涉，其难度非常之大。天山山脉横亘新疆中部，将新疆分为南疆与北疆，天山南北覆盖的区域超16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7个湖南省的面积。从北疆的阿勒泰草原到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从伊犁河谷到吐鲁番盆地，不仅直线距离动辄上千公里，还隔着无数陡峭山口、戈壁荒漠和无人区。在没有现代交通的背景里，靠骑马步行穿行，一趟完整的天山南北寻踪，可能需要耗费数月甚至数年。上千年前的张骞出使西域，驼队马帮穿越天山要7天7夜；上百年前的左宗棠抬棺出征，急行军靠栈道穿越天山需要3天3夜；几十年前的刀郎来到新疆天山南北采风，汽车通过独库公路也需要整整1天。但现在在基建狂魔的疯狂输出下，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顺利通车了。天山胜利隧道全长22.13公里，2020年4月隧道开工建设，用时4年多全部关通。它的顺利通车让南疆北疆的通行时间缩短至3个多小时。隧道开通的第1天，我就驾车体验了这伟大的壮举。我寻遍天山南北，我要找到你塞乃姆。现在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有千辛万苦了。哎，问你一个问题，我爸妈33周年纪念日，我不知道给他买啥，送什么惊喜好呢？得有一点心意的。那他们怎么认识的呀？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儿？爸爸妈妈认识的时候是30多年前，他们认识的非常浪漫。我妈去商店里面买个线，出来的时候迎面撞上了我爸，他手上的东西就洒在地上，他们2个一起捡的过程中，我爸就相中了我妈，就开始疯狂的追她。情深深雨蒙蒙吗？差不多吧，但是他们年龄相差特别大，我爸比我妈大17岁，所以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受到了很多的阻碍，但最后还是在一起了，现在非常的相爱。那个时候日子过得苦，我爸爸用几个囊就把我妈给娶走了。还是爸爸幸运。后来我爸爸妈妈努力工作，爸爸第一次带妈妈去吃烤全羊就在南疆。以前我妈妈总是说这个是她吃过最好吃的一个烤全羊，还说带着我跟弟弟一起去吃，但一直没机会。哎，那结婚纪念日咱们就直接去把这个烤全羊给他买回来呗，给你妈妈一个惊喜。那太远了吧，从乌鲁木齐到那边也需要7、8个小时，1天来回不了。你忘了天山胜利隧道通车了，咱们过去也就3个多小时，来回也就6、7个小时，有我呢。哇，你开车我放心。快走快走，
车应该充满了吧？这是我第一次开着电车穿越天山，也不知道这电车在大冬天行不行。走，出发！戈壁沙滩边两天，积雪融化关农庄。我们现在即将进入乌洛高速了，马上我们要驶进天山。前面就是天山胜利隧道的入口了。咱们即将进入全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全长22.13公里。我感觉全世界有能力且愿意在这么巨大的山脉里面打隧道的，也只有我们中国。天山胜利隧道这段山脉里面有16条深层大型断裂带，地质特别不稳定，难度也非常巨大。这么长的隧道，为了解决通风问题，需要在两边搭很多的通风竖井，最深的要707米，200多层楼那么高。这么巨大的工程原本要打10多年，结果优化后的方案只用了52个月就全线贯通了，厉害吧？我应该是第一个开着极客011穿过天山胜利隧道的人。距离出口还有5公里，我们马上就要成功了。开了3个多小时，我终于到了。羊应该好了，走，我们去拿羊。好的，南疆这边来拿。老板，我的羊好了没有？我们的羊好了，我们看看。我跟他说了要烤焦，看看里面。这羊肉多少公斤这个155。155？对，1公斤150。不是，都重。多重吗？7、8公斤。7、8公斤。来，我们来装车吧，天都黑了，赶快出发。走，大家发，大家发，祝你们结婚纪念日快乐！我们美丽的田园，我们和爱的家乡。我妈说，这33年我们也没吵起来，也没打起来，顺利的度过了这个33年，以后的日子还继续幸福下去。看，烤全羊还是热的。烤全羊上桌了。弹起你的灯不来。这个可是你之前总是跟我说，就是你特别想吃的以前的那个烤肉，我是从南疆拿过来的。今天一天开了车，大笨。歌族人民大团结，歌颂领袖毛泽东。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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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糕来啦！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美丽的田园，我们和爱的家乡。我们美丽的田园，我们和爱的家乡。独库公路已经正式开通了，都说它风景绝美，但它的路况特殊，不少朋友第一次上路都会踩坑。今天用2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讲清楚独库公路的自驾注意事项，大家收藏好了再出发。首先说一下基本的通行规则，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1年只开放4到5个月，集中在每年的6月至9月，其余时间大雪封山，全程封路。每日通行时间也有规定，大多数是早上8点到晚上的19点，部分路段延长至21点。天会
后严谨进山，不要赶夜路。另外，车型有严格的限制，只允许7座以及以下的小型车辆通行，8座以上的客车、大巴、拖挂房车都禁止驶入。出发前一定要确认好车辆，避免到了关口被圈返。在车辆选择上，中大型 SUV 会更舒服一些。我现在开的这辆车就是我们独库公路通车仪式上的领航车——吉利银河 M9。今天我们就借过来试驾一下银河 M9 3电机4驱，动力强劲，爬坡超有信心，弯道开起来也是指哪儿打哪儿，特别稳。我一个女孩子开也是很轻松，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路上还是有一些横风，行车安全很重要。山路崎岖，如果没有山地驾驶经验，不建议独自开车出行。遇到暴雨、降雪、落石的突发情况，路段会临时封闭，一定要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物资与出行准备。独库公路温差极大，10几度的温差是常态，哪怕是生下出行，也要备好短袖、厚外套，甚至薄的羽绒服，雨具也必不可少。一家人出行选择像 M9 这种的3排能方道、空间很大的车，可以放下全家人的行李。长途驾驶，大家要选择车辆座椅乘坐舒适的，最好是这种座椅带通风、带按摩的，边开车边放松，边欣赏新疆的美。最后提醒大家，独库公路不仅是风景大道，更是一条英雄之路，一路风光变幻，从戈壁草原到雪山峡谷，每一段都值得慢慢欣赏。遵守交通规则，敬畏山区路况，放平心态，安全驾驶，才能好好感受这条路的魅力。准备自驾独库公路的朋友，这份攻略记牢，祝您旅途一路顺风。星爷的功夫女足要上映了，你会去看吗？这里的主演之一是我们新疆姑娘迪丽热巴，她可比我还好看一点，凭着迪丽热巴也要去看看吧。再加上星爷可真正是我童年回忆，要不这个我们走。国内多条徒步线路宣布关闭。4月8号深夜，新疆伊犁昭苏县文旅局发布公告，宣布全县所有山区严禁任何形式的徒步、穿越、登山、露营、越野穿越。夏特古道、下塔大北线、南天山北线等著名线路2026年均全面封闭。朋友们，计划来新疆的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新疆人到底有多爱足球？9块9的姜超现场到底有多燃？啦啦队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今天我这个本地人带大家去现场看一看。今天乌鲁木齐对亳州，我作为乌鲁木齐人，当然要来给主队加油，也顺便体验一下姜超的现场是不是被燃起来了。这可是我第一次来现场看足球比赛，上次外场这么热闹，还是大王老师开演唱会的时候。还没进场，球迷已经在乌苏展台拍照互动了。今天的氛围就是从这里开始被点燃的。还有超级大的乌苏啤酒，我干！这个我可以，我干了，你随意。你看这边还有踢球挑战，猜我能踢几分？踢球挑战开始，该中间的了，继续。小 Kiss， 你看我领到了这么多乌苏周边。还没进场，姜超的氛围就是已经拉满了。进场前在这里感受一下氛围，喝上一杯太燃了。走吧，场外已经够热闹了，没想到真正进场后更热闹了。快看，乌苏的啦啦队在那边，这啦啦队行不行？乌鲁木齐加油！我发现今天现场除了比较热闹，乌苏的氛围也特别浓。从展台到互动区，到处都有球迷在打卡拍照。果然是姜超燃得很，乌苏氛围浓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姜超，从进场到结束，全场都特别有氛围。因为新疆人对足球是真正的热爱。如果你还没来过姜超现场，我真建议你来感受一次。姜超燃到的乌苏氛围，怎么？花过这样的1元钱吗？你知道这位印在这里的人是谁吗？他就是我们新疆人，祖籍山东，他就是金茂芳。1952年，19岁的山东姑娘金茂芳响应国家的号召，满怀豪情地踏上了西行的列车，最终来到了新疆石河子这片广袤而荒凉的土地上。在这里，她握起了方向感，成为了新中国第1代军肯女拖拉机手，也是兵团最早驾驶摩托斯拖拉机的女性之一。你能想象吗？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金茂芳和她的伙伴们以拖拉机为战场，与荒漠各
戈壁开展了较量，烈日风沙是常态，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但他从未退缩，在他担任机车组组长的7年时间里，他完成了超过25万个标准亩的工作量，相当于用7年的时间干完了20年的活儿。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这背后是戈壁变良田、荒漠变绿洲的奇迹，是用青春和汗水书写的传奇。正因为这份卓越的贡献，他被公认为是1960年版第3套人民币1元纸币上那位女拖拉机手的主要原型。当人们称赞他时，他却无比的谦虚地说：“那不是我，那是我们全体兵团女兵的缩影。”是的，那1元纸币印的不仅仅是金茂芳个人肖像，更是一代人集体丰碑。它象征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军肯精神，也铭记了像金茂芳一样千千万万从五湖四海来到新疆的建设者们。他是我们新疆人，他的根在山东，而他的精神深深地扎根在了新疆这片他奋斗终身的土地上。退休后，他依然在向年轻人讲述着当年的故事，让红色的基因、奋斗的火种代代相传。所以，当我们再次看到那1元钱时，它不再仅仅是一张纸币，它是一段滚烫的历史，是一首清纯的赞歌，更是一位名叫金茂芳的老人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开阔者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疆的姑娘里面，我算是温柔的，你们珍惜吧。那些不温柔的姑娘在干嘛呢？她们在马上抢东西呢。这是新疆的雕羊比赛，大多数都是男人玩的，但这次在乌架我们能看得到女子队呢，为这些勇敢的姑娘点赞。来看新疆美女。请我们现场水池边上的朋友们，你好。往后退，当然我们要开始全方位的进行洒水了，请大家往后退。我们今天的基本水呢叫做许愿之水，稍后我们先打上盆水，洗漱变化，两身。说刀哥团队里面的瑶瑶今天有演出，在成都，我现在在乌木齐，走，我们上车。等一下，时间好像来不及，咱们去不了现场的朋友们一起祝瑶瑶演出成功。另外，我还有一个重要消息，今天不止瑶瑶有演出，汪老师团队里面的另一个人也在演出，他是谁呢？今天晚上9点演出就要开始，我们现在就出发，朋友们期待我的视频吧。我是一个新疆人，走过很多的地方，最让我觉得充满能量的地方就是这里。橘子洲头，问苍茫大地，水主沉浮。人民万岁！遇到难回答的问题又不说问。全国的稻米朋友们，最近你们都去看4朵金花了是不是？今天赵天卫姐姐发布了全新单曲《山那边》。山那边，山那边，你把影子摊开。正值父亲节，这首歌曲也正是为父亲而创作的。父爱如山，而山的那边是多少回忆和遗憾，是多少不舍和眷恋。整首歌词曲制作全由他一个人完成，编曲融入哈萨克非遗乐器和悠远空灵的笛声，他把对父亲绵长的思念唱得淋漓尽致。歌词里写，逝去的亲人化作山间云山，静静守望，没能圆满的道别，全都化作满山遍野的晚风。风吹过山林，都是父亲无声的回应。月光落在山间，像他曾经宽厚温暖的肩膀。今天父亲节，所有想念父亲、心中留有遗憾的朋友，一定要静下心，听听这首《山那边》，让歌声替我们跨过群山，诉说藏了许久的牵挂。朋友们，快来支持赵天卫，送上你们的小花花吧！渡春风，
漫山遍野。今天我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快递，我们一起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哎，刀小娟，这可是亲笔签名哦。周玉琪，她这张照片真好看。赵天卫，这是我们新疆的姐姐。大家的瑶瑶，我们4朵金花的亲笔签名都已经收齐了，真的特别开心。2个月前，沙漠还没开垦的样子是这样的，可仅仅用2个月，沙漠就变成了这样子。地推平了，已经开始埋设地埋管。2个月间，推土机没停过，人也没歇过，一天一天的干，就能干成这样。地推平了，梭苗就可以种下了。一代代织纱人倾尽一生，与荒漠顽强抗争，默默坚守，熬过4年轮回，只为今代黄沙褪去，绿洲蔓延，让大漠引来生机盎然的美好景象。如果你在路上遇到这样一位朴素的老头，你能想象得到吗？他是700多匹汗血宝马的主人，汗血马名贵稀有，血统纯正的，甚至几百上千万一匹，而他是全世界拥有汗血马数量最多的私人马主，人称天下第一马夫。他是一个特别疯狂的老头，早已经实现财富自由，却日复一日的奔波忙碌，从不停歇。他此生2大挚爱，一是养马，2是摄影。他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常年自费牵头，组织几十人的团队，带着自家的汗血马走遍天山南北。新疆很多大型的文旅盛会、民俗活动里，总是能看得见他的身影，镜头从不离手，拿起相机就像换了一个人，拍出无数出圈的作品，向全国各地展现新疆独有的壮阔风景。这位倾尽热爱推广新疆的追梦人，就是陈志峰先生。陈叔，我们这次为了乌恰的雕羊赛，咱们来了多少人，带了多少匹马？大象2匹，佛里斯兰2匹是用于表演特技的嘛？大象2米高嘛？对，我12匹汗血马。12匹汗血马，12匹汗不同颜色大组合嘛？那我们的人来了多少？瘦身人有吧？对，那我们这一次从乌鲁木齐到乌恰，差不多在1500公里左右。那这么长途，我们带着那么多的马，一路走下来，对马有没有伤害呢？马肯定有伤害，我时间赶得及。我头一大答应别人，老爷们儿嘛，说1不2，他们一开始跟我说1100、1200，最后1500就大不了多跑一些嘛。之后因为我车好是，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马你没有好车，你赶其他的车我也不敢拉呀，因为马站的时间长嘛。我跑过来的话，1500公里的话，我平均也就是50、60公里啊。你路上还要喂水，还要喂草，还要遛马你还要吃饭，对不对？马很辛苦的，我装备好。如果车内的温度高的话，对马是有害的。你开玩笑，这么热的天你过来，一旦中暑，你开玩笑，全部给你打趴。是的，那我就损失惨了。我们胆子也大，敢冒险嘛。那我们这种又费心费力的事儿，我们为什么要做呢？那我能干啥就干啥，我一个养马的素质也不高，我手里面这么多宝贝，我得发挥作用啊。因为这里是我的家乡啊，家乡好了我就好。我跟新疆是一个身上的马子，新疆不好对我有啥不好？我们大家共同一块努力，拧成一股绳，去让更多的人走进、认识、了解新疆，热爱、喜欢、崇拜新疆，让他来了不想走了还想来。我们美丽的田园，我们和爱的家乡。马在中国文化里面享有尊位，它代表纯阳、强健、明亮，充满自强不息的进取之心。要不怎么说当代的打工人怎么从以前的白领精灵变成了现在的牛马呢？世界上拥有汗血宝马最多的人就是咱们新疆人，他是野马集团的创始人陈志峰先生。今年10月份我们举办的篝火晚会就是在他的院子里，他给我们当了1个晚上的摄影师，追溯中国马的故事，离不开一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辉史。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曾经中原地区和西域的深度连接。张骞历经艰辛，带回了西域大元马的消息。这种马身形矫健，耐力惊人，被汉武帝视为天马，这就是现在的汗血宝马。爷爷马蹄踏过的地方叫疆域，汉家商队牵回了汗血马。陈志峰董事长第一次见汗血马是在中东，他喜欢摄影，中东贵族的豪车和汗血马一起奔腾的场景震撼到了他，憋着一股劲儿，他心想一定要把这么漂亮的马
马给带回来。就这样一批一批，他现在就成了天下第一马夫。马上马年到了，接着程总的马，祝大家马到成功，龙马精神。电影《万童书》的首映礼，我现在已经在北京了。这是一部讲述维吾尔族12木卡姆的故事，而且主题曲是刀郎老师演唱的。今天我们必须去看看。取好票了，走吧。不是北京的，北京的。哦，北京的。哎。电影也看完了，本来是冲着刀郎老师演唱主题曲而来看这个电影的，没想到电影开始到结尾，我一直在哭。这个电影真的特别的感人，我强烈的推荐，我希望大家亲自来看看。